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尹锡悦违背民族利益，推动美日韩三眼联盟，终将自取其辱。这个星期呢，韩国的总统尹锡悦在美国访问，美国媒体对他的来访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这主要是因为尹锡悦忽然表现出了强烈的忠诚度，打算带领韩国全心全意的投靠美国，投靠的力度和速度让人瞠目结舌。首先是情报合作尹锡悦和拜登共同签署文件，名义上是遏制网络对手，加强核心基础网络设施的安全，共同应对网络犯罪，实质是扩大两国情报共享的范围。韩国总统办公室的官员表示，美韩之间的情报共享将不仅仅是限于网络安全，还将扩大到朝鲜，甚至是俄罗斯的情报领域。关于中国的情报，那更是重中之重的。而且，美韩之间共享的网络情报比五眼联盟是更深入、更广泛。其次是核问题，韩国民间有大量的声音要求研制自己的核武器，韩国政府还没有糊涂到这种程度但是这一次决定接受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韩国政府正在谋求研制自己的核潜艇。4月25号呢，韩国还接受了美国俄亥俄级核潜艇的访问。评论认为这是朝鲜战争以来韩国第一次明确进入美国的核保护伞。最后是高技术产业的问题。尹锡悦会见了马斯克，他建议马斯克在韩国建立特斯拉的超级电池工厂，希望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能够与韩国合作，培育韩国的航天产业。就在尹锡悦访美的同时美国对韩国的三星集团进行了处罚，要求交纳3.03亿美元，大约是4000亿韩元的高额的罚款。韩国媒体质问说，三星电子一季度不过赚了6000亿韩元，美国凭什么要罚这么多还有一些消息人士表示，韩国扩大与美国的情报共享，可能将日本纳入其中，未来可能发展成为东北亚的三眼情报联盟。比如说，三国可以共享导弹预警情报。目前美国和韩国之间，美国和日本之间是有这个共享机制的，但是韩国和日本之间没有这个机制，不能共享。这其中的原因尽人皆知，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并没有得到清算。韩国人民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给自己带来的苦难，所以美国人也承认，在美日韩三方关系中最脆弱的一环就是韩日关系。但是尹锡悦竟然不顾民意，在他24号启程去美国之前，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的采访的时候说拿100年之前的事情对日本说绝对不行，要求下跪道歉，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他还说，欧洲曾经经历过残酷的战争，但昔日的对手如今正在携手开创未来。我认为对那些不看好韩日合作的人群，本届政府的说服工作已经十分到位了。韩国舆论对尹锡悦的言论的评论是非常的负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就差直接骂他是卖国贼了。尹锡悦不但全面的倒向美国，甚至还无视日本军国主义对朝鲜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打算与民族的宿敌日本一起共同做美国的小弟。这让很多人怀疑尹锡悦是不是有什么致命的短处捏在了美国人手里。这种短处已经不仅仅能断送他的政治生命，甚至会断送他的肉体生命。否则的话，尹锡悦不会如此服服帖帖，不惜牺牲韩国的国家利益，把韩国置于极其危险的处境之中。有意思的是日本对尹锡悦的表态以及所谓的三眼联盟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出响应，把尹锡悦的行为说成是自取其辱，看来也不算过分。在美国的强烈撮合之下，估计这个三眼联盟最终还是会搞起来。这种政治选择会把韩国经济以及韩国社会更快地送进深渊。作为一个出口国，韩国已经连续13个月以上的贸易逆差。尹锡悦的政治选择必然带来中国的制裁和冷落，进一步的加深韩国出口产业的危机，并最终将影响到韩国民众的生活。随着支持尹锡悦的民意的丧失，即使他将总统府搬离了青瓦台，他也逃脱不了那个魔咒，逃脱不了自取其辱的结局。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